如大家所见，现在冥界恶灵激增，镇魂街之中数十个重要据点已经陆续沦陷。作为冥界的统治者，我们却对此毫无办法。我知道，在场的一些人将人类视为异己，但也是多亏了镇魂将强大的战力，才令局势得到了控制。可即便如此，问题的本质并未解决，恶灵的数量与日俱增。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？又该如何化解？我想听听诸位的意见。人类世界战火不断，亡灵数量自然激增。一旦超过正常承载量，恶灵数量也就随之增长。未必这么简单。上千年了，人类何时不曾战争？是不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？比如轮回门？大雨天多虑了，恶灵增长只是普遍现象。数百年前，老夫面对的恶灵比现在多得多。如果非要说冥界最大的变化，我看是人类的数量激增才对。离，别忘了，这里还有人类在呢。无妨。老夫不是砸场子，但我就是不信任人类。人类的贡献有目共睹，你这高高在上的姿态早该改一改了。我提议解除镇魂将不得入灵域的限制，给予向昆仑及其下属进入灵域守护的资格。简直胡闹！放他进来参政已是破例，还想再放一批进来？放肆！这是我的决定，你胆敢有意见？所以说你太年轻，得好好学学你的父亲。来人，给我把他拿下！来人呐！你们谁来拿下他？来人呀！老夫辅佐上任大御天数百年，没人敢把我怎样。你父亲就是担心你太年轻，才把决策权交予我们8位御灵使。如果你要执行一项命令，也得由我们8人多数通过才行。出乎我的意料，现在的大雨天在灵域并无实权，真正有影响力的还是这位离御灵使。虽然不知道他们口中那位前任大雨天发生了什么，已有5人反对，因此允许镇魂将进入灵域的提议被驳回。向昆仑，你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没有，你们的决议我无权参与，但我可以肯定，灵域内部非常混乱，而这对我就是天赐良机。刚才若非你阻拦，镇魂将恐怕就要入驻领域了。向昆仑这家伙绝非善类，给他过多权力，只会引狼入室。对了，李，芦花鼓楼事件有什么进展吗4圣天全军覆没，想找个人盘问都难。现在也只知道曹彦兵一伙出入过鼓楼，可曹彦兵能耐再大，也搬不走藏宝阁吧？所以才要督促群英殿抓住曹彦兵，审问清楚。向昆仑呐，回群英殿了吗？听说大雨天要带他在灵域内部参观。你说什么？前面就是我的寝宫了，
西左使、苏右使，你们在此把守，不准任何人来打扰。属下领命。向昆仑，你随我进宫。万万不可！昆仑何德何能？你难得来一趟灵域，我有不少有趣的东西要给你看呢。他不知道放我进去的后果吗？这小鬼是真傻，还是另有企图？不过这确实是个了解灵域内部的好机会。既然如此，昆仑，却之不恭。让你好好练功，你居然跑去偷吃东西，知错了吗？没有，我没错。臭小子，脾气可真倔。笑笑，你怎么能这么教育孩子呢？怕什么？我教过他唐门的独家秘技，彦兵可以自己挣脱。快点，自己想办法上去。我不，我就喜欢这么待着。好，你想待多久就待多久吧。不过以后就得靠你自己了。爸爸，妈妈，爸爸，妈妈，你们去哪儿？锁灵石，这牢里还真是冷清啊。嘿呦，看来伤得不轻啊！你谁啊？也是群英殿的？算是吧。我来是奉命押送你的。不过，我想我的另一个身份，你会更有兴趣。哦。实不相瞒，我呢，在人界是一名导演，以你为原型写了个故事，讲的是区区一位少年称霸罗刹街，大破灵甲军，一不小心火了。现在你已经成为世人皆知的大英雄了。所以呢？哎，借着执行任务随便聊聊，给故事取取材嘛。你这人倒挺有趣的，既然在人界混得不错，怎么还加入群英殿替人做事？嗨，多种人生体验嘛。做群英殿成员可是有很多好处的，比如我可以站在最高处，去发现事情的真相；再比如，别人只知道曹彦兵被群英殿所抓，而我却知道你是故意被抓的，是来找你父母的。你知道？那这个我真不知道。不过说起你的家人啊，灵玉曾经下令叫我去抓你弟弟，来逼你就范。哎呀，你放心，不光我不愿意，整个群英殿也没人愿意去为难一个孩子。冤有头债有主，你惹的祸，当然由你自己承担了。哼，算你还厚道。大胡子，你刚才说想要写我的故事？嗯哼。我呀，倒是不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，好人也好，坏人也罢，
但我很清楚一点，连我都不了解我自己，你又如何能把我写成一个英雄？我是个多变的人。离开罗刹街的时候，我本想要修复灵怀，但现在我却想把神树全都毁掉，会不会更好？曾经我只想过平静的生活，而现在我却有了当王的念头。曾经我只想保护好我的弟弟，而现在我更希望我弟弟能够长成一头猛虎，变得比我更强。如果哪一天我变成了所有人都讨厌的冷血恶人，和你写的模样完全相反，你又要怎么办？哎呀，臭小子，导演也调戏。真实的你究竟什么样，其实并不重要。世人所知的历史，都是由胜利者谱写出来的。就算我把你写成被双亲抛弃的小可怜，现在的你又能拿我怎么样？啊？那我还非得成为那个胜利者不可了呢。行，我等你出来，打赢我。哎，不是现在啊，你不是嫌这儿冷清吗？现在我就带你去一个更刺激的地方。什么地方？灵域的死牢，千机黑叉。犯人出来了，大家戒备！大胡子，房顶那个人是谁啊？他，烈日狂风李孤城。他的洞察力比鹰还敏锐，没人能从他的眼皮底下逃脱。大概是来盯着你的。喂，我说孤城，别操心了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咪，你在哪儿？洛奇，你也这么早啊？哟，卢爷，啊，刚才有只猫跑过去了，你看见了吗？哦，这谁？他就是曹彦兵啊！你不是来看他的吗？哦，没兴趣，告辞。这姑娘挺逗啊，有个性。咪，他可是群英殿最年轻的成员，12岁就孤身一人歼灭了北区的狮龙军团，还从龙身上取下鳞片，做成了自己的盔甲。哦，原来是他干的。虽然这些人平时看着无所事事，但要真打起来，你可占不到任何便宜哦。我们到了，我再给你介绍最后一个人。在我的故事里，你确实打败过一个姓卢的敌人，他叫卢天佑，守护灵为燕青。而你现在要去的，正是他们看管的地方——千机黑叉。天佑，久等了吧？老大，你来了。哎呀，我可不想再看里面那家伙了。
还是你带着曹彦兵进去吧。明白，交给我吧。曹彦兵，和你聊天挺愉快的。如果后会有期，你就试着来改变我的看法吧。都退下吧，我要开门了。燕青，如你所见，千机黑茶的入口其实是一种名叫铁豪的灵兽。我记得它是冥界最坚硬的怪物。不错，他平日都在休眠，若想进去，必须有足够的力道将其震醒。刚才的一击力道已媲美许褚的重锤，他有这么厉害的守护灵，居然只是大胡子的手下。玄阴殿果然藏龙卧虎啊！曹当家的，请。卢天佑，怎么？我刚才听大胡子提起过你，说你在他的故事里是我的对手。老大他就是这样，总喜欢把熟人写进故事。我以前是个流浪汉，活得像条狗一样，没人把我当人看。有一次得了重病，想轻生，却被卢老大救了下来。既然你连死都不怕，还怕重新活一回吗？那天我才知道，原来我的病是因为守护灵的觉醒。也是从那时起，我便发誓，往后得活得像匹狼。你这种人，我倒挺喜欢的，不跟着我可惜了。恐怕没机会了。进了千机黑叉的犯人，就没有能活着出去的。很多重刑犯都在绝望中选择了自杀。就算你侥幸跑出来，也会遇上那个家伙。听你的意思，还是个狠角色。他是所有祭灵人的天敌，已经镇守在这里数百年了。再厉害的犯人，也逃不出他的手掌心。这里的人都称他为镇狱童子。我们到了。曹彦兵，我听过你的事迹，也敬重你的为人。有什么心愿，我会尽量帮你。不用了，老子的心愿只有在里面才能实现。你当我录了？最近光顾水云街的人不少啊，什么风把你们也吹来了？嗨，我们原本打算直接回玄龙街，但虎爷说他想见见刘雨辰。曹彦斌的事我已经猜到了，但我没有料到，主动提出见面的人是你。你可想清楚了？如果你按兵不动，那就一切如常。你一旦出手相助，就是与灵玉作对了。这瞻前顾后的可不像你啊。况且，
我也不是为了帮曹彦斌一人。如今，灵玉和镇魂将的矛盾已经越发深重了。灵玉想利用人类管理亡灵，可随着镇魂将势力壮大，他们自己反而成了瓮中之鳖。总有一天，人类在野心的驱使下，会推翻灵域的统治，而其中最有可能的，便是以向昆仑为首的群英殿。可向昆仑不是你哥哥吗？你要和他对着干？他的观点是一家独大，而我的观点是平衡。现在，曹彦斌就是这个平衡点，只要他在，谁都别想轻易称王。若他一死，你我也会陷入被动的局面。如果将来统治冥界的是个野心之徒，你也不希望自己和同伴的生命受到威胁吧？阿禅，汉子的消息来了，说说看。曹彦斌确实被押入了群英殿之中。阿禅，你看咱们要不要？哎呀，太好了！我和二哥终于有仗可打了。喂，还有客人在，不要随随便便现真身啊！三爷还是那么血性，多谢招待，我们后会有期。张天，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若有一天冥界再次三分，你我会兵戎相见吗？不知道呢，历史总有一定的重复性。哼，至少现在我们是同一战线。谢谢你，踏雪白狼。看来咱们又要一起并肩作战了。怕什么啊？我教过他唐门的独家秘技，彦斌可以自己挣脱。老妈还真是有先见之明啊！接下来，好小子，刚来就不老实，锁灵石也锁不住你。你以为靠这点伎俩就能逃得出千机黑叉？逃！老子既然来了，就没想过要逃！